今天做蔓越莓乳酪包，这个是我最初学做面包的时候很喜欢的一款，简单又好吃。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面包侧面开裂的问题。揉面就遵循一个原则，面温不能超过28度。最近总有小伙伴问我乔力厨师机怎么揉出膜，给你们一个公式，一共分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混合材料到面团出筋的阶段，第2个阶段是加黄油到黄油融入到面团的阶段，第3个阶段是出手套膜的阶段。做任何面包都可以套用这个公式来揉面。如果你是电子屏的机器，直接把时间调到10分钟，先用3档揉2分钟，成团了以后转5档揉8到10分钟。第一个阶段一般都是10分钟就能完成，最多也不超过13分钟就能揉到这样8分筋的状态。然后就进入第2个阶段，加黄油。黄油加进去以后，先用3档揉3到5分钟，揉到黄油全部吸收到面团里了，然后再进入第3个阶段。就直接转5档或者6档，每1到2分钟检查一下面团状态，直到可以揉出光滑又薄又结实的膜。做甜面包、吐司，你们就套用这个公式来揉就行，但是有个前提，就是一开始提到的面温。揉面之前把冰桶放冰箱里冷冻一下，或者先用水合法把面团和桶冷冻20到30分钟，或者冷藏1晚上。原则就是揉之前先降温，才能确保揉好的面温不高。只要你掌握好这个温度原则还有公式，揉面真的就 so easy 了。面团揉好以后就给它拿去发酵，这个时候来做奶酪馅儿。奶油奶酪提前软化，加入糖搅打均匀，然后再加入杏仁粉拌匀，再加入切碎的蔓越莓干给它拌匀了，然后这个奶酪馅儿就做好了。如果揉好的面温合适，发酵温度也比较稳定，那基本上80分钟是能发好的。看发好的状态就是按下去有轻微回弹或者不回弹，也不塌陷。常看我视频的人应该都知道了吧，估计都听烦了，耳朵都起茧子了。面团发好以后就给它分割滚圆，这个配方就给它分成3份就行，然后盖上松弛20到30分钟。松弛好了以后就整形，表面撒一点粉，然后给它擀开。擀开以后拍掉边上的气泡，翻面把底边压薄，抹上奶酪馅儿，从上到下卷起来，然后把底边捏紧，放到烤盘里，放在35度的环境里发酵，室温合适的话室温发也行。发到2倍大，表面刷蛋液，然后用剪刀剪6下，就可以放到烤箱里去烤了。放到烤箱下层，上火200到210度，下火180度，烤12分钟左右。看到没有？烤着烤着它侧面裂开了。像这种情况，通常新手可能会产生一个疑点，是不是我没包好它露馅了？如果你一次做好几个全部都是这样子，那肯定不是这个问题，总有一个会包好不漏吧。如果漏也是应该从底部接缝漏，而不是侧面裂开。根据我制作上千个面包的丰富经验，告诉你们，这个通常是松弛不够，面筋太紧，或者揉面没有揉到位，或者还有整形的问题，擀卷太紧了。通常造成侧面开裂情况最多的就是松弛不够，解决方法就是延长松弛时间。松弛到位以后，再进行擀卷的时候，它回缩的也不会很厉害。还有就是你在擀面团的时候，不要太用力的擀，太用力的擀也会造成面团的面筋过紧。那第2次再做的时候，我延长了点松弛时间，调整一下擀卷的松紧度，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。这样面包就完全不会开裂了。这个面包吃起来比较有嚼劲，口感还有些绵密，内馅是酸甜的，搭配在一起非常好吃。配方是来自孟老师的《100道面包》这本书。最初在我10多年前学做面包的时候，我是做过一次这个面包，当时我是觉得非常好吃的。现在第2次再做，我依然觉得非常好吃。大家感兴趣的话也试试看，做起来也非常简单。